最近我的心情真的像极音速飞弹一样起飞了。没错，那枚中科院研发多年、爆射2000公里的云峰飞弹，终于传出纳入2027年量产计划的消息。作为台湾秘密研发多年的战略底牌，云峰飞弹早在李登辉总统时期便已建案，代号云峰计划。想不到3年之后又3年，30年过去，依旧不见飞弹量产计划落地。而在这30年的漫长研发中，云峰计划历经了太多冷眼与非议，几乎变成了都市传说。如今终于听到量产的消息，相信大家的心里只会剩下2个字：舒坦。平复下激动的心情，我想问大家，这枚潜伏多年的飞弹真打起来到底有多硬核？它又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惊涛骇浪，才从30年前的绝密专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量产曙光？在飞弹领域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导弹猛不猛就看跑得快不快，飞得远不远，造得多不多。台湾打造的雄风系列飞弹速度最高能标致 2.3 马赫，甚至已经完成了量产的升级。但一问最远射程，只能尴尬地回答500到1000公里。这也是一直关注台湾防务的我们最苦恼的地方。台湾到底有没有一款导弹跑得又快，飞得又远，还能实现量产？还好晴天来了。在官方的描述中，云峰导弹被正式命名为晴天极音速巡演飞弹。听听这名字，晴天，这气势就完全不同。那么它到底凭什么被称为极音速？普通人理解的飞弹大都是像烟火一样靠火箭推进，但火箭飞弹有个致命伤，它必须自己背着沉重的氧化剂，就像一个潜水员背着氧气瓶，这大大限制了它的航程。这就不得不聊到晴天飞弹身上硬核的吓人的心脏——冲压发动机。冲压发动机与脉冲压式喷气发动机不同，它不带氧化剂，而是直接从空气中抢夺氧气。当飞弹被初始助推器推到高空，速度达到2倍音速以上时，飞弹前端的进气口会强行吞噬空气。由于速度极快，进来的气流被瞬间压缩到极致，然后喷入液态燃料猛烈燃烧。也就是说，速度越快，它的进气压力就越大，效率就越高，吸入的空气越多，动力越强，形成正向循环。为了让这颗心脏在急速下稳定跳动，中科院攻克了无数难关。比如在5倍音速下，弹体表面会因为空气摩擦产生上千度的高温，足以融化普通的钢材。他们直接研发出科技含量满满的陶瓷复合材料和钛合金，保证这支长剑不会在半路上自己烧化。有了这样的配置，晴天飞弹的飞行速度来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虽然中科院对相关数据保密到家，但相关专业媒体保守估计在3马赫到5马赫之间。5马赫什么概念？每秒钟能飞大约 1.7 公里。想象一下，从台北到1000公里外的目标，在理想状态下只需要不到10分钟。在这种速度面前，现有的多数防空系统就像拿着木棍想去敲中飞过的苍蝇，反应速度根本跟不上。当然，作为台湾即将量产的极音速飞弹，它的射程又怎么会止步于1000公里？根据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云峰飞弹的射程足有2000公里。这种暴力美学是台湾30年工业沉淀的缩影。当那枚9米长的庞然大物在九鹏基地点火，4个固态火箭助推器齐发，然后冲压发动机在10000米高空轰然启动时，那不仅是物理上的推力，是憋了30年的愤怒与志气。晴天飞弹的强大让人震撼，但大家绝对想不到它的来时路竟然这么坎坷。如果将时钟拨回1996年的夏天，对于老一辈台湾人来说，一定是伴随着防空演习和家门口导弹落水声度过的。那一年军事危机爆发，不断有飞弹落在基隆与高雄外海，海水被炸起的冲天水柱成了那一代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当时台湾防空系统虽然在亚洲算是不错，但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个残酷的现实，面对呼啸而来的弹道导弹，除了双手合十祈祷拦截成功之外，竟然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打回去。这种极度的不对等，这种只能挨打不能还手的屈辱感，深深刺痛了当时的防务部。在一次绝密的国防会议上，李总统拍了桌子，他看向中科院的专家们，只说了一句话：我们要有能打到对方痛处的长剑。于是一个代号为云峰的种子在那场危机的余震中悄悄埋下了。当时台湾的研发环境难到什么程度？不但面临技术封锁，连基础的耐高温材料、精密的陀螺仪导引装置都要在国际市场上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四处寻觅。最尴尬的是，美国为了维持所谓的平衡，严禁台湾研发远程进攻性武器。美方认为，如果你有了能打到2000公里外的矛，那局势就失控了。为了保护这个襁褓中的孩子，中科院的科学家们采取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战术，对外宣称我们在全力研发雄风3型超音速反舰飞弹。确实，雄3后来成了航母杀手，
但在那堆熊赛的实验数据里，其实偷偷夹带着云峰飞弹的引擎核心参数。那是云峰最艰难的10年，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熬白了头发，在屏东九鹏基地的深夜里，一次次看着失败的火球，却还要对外保持沉默，因为这个专案在当时不仅是军事秘密，更是政治禁忌。到了陈水扁时代，研发进入了攻坚期，当时中科院压力巨大，甚至有研发人员因为身份特殊，连出国旅游的权利都没有，只能在桃园龙潭的实验室里度过青春。马英九时代，云峰计划遭遇了最寒冷的冰冻期，当时的政府考量到国际压力，将原本已经接近量产的云峰飞弹无限期暂缓。如果说前面是最艰难的10年，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云峰计划最黑暗的时刻，甚至有传言说整个专案组都要被解散了。许多科学家在深夜里流泪，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一生的心血可能就要被束之高阁。然而转机出现在蔡英文时代，随着全球地缘政治重组，加上国防自主被列为最高国策，中科院沉睡多年的卷宗被重新翻开，蔡总统给了中科院极大的信任和预算支持。更重要的是，这10年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和精密加工业有了质的飞跃。以前我们要向国外求购的感测芯片，现在我们自己就能做到更好的。以前搞不定的复合材料，现在的科技树已经点开了。于是云峰计划不仅复活了，还升级成了晴天计划。现在的晴天飞弹比30年前设想的更准、更快、更难以捕捉。那些在冷板凳上坐了半辈子的中科院老工程师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有趣的是，在秘密研制云峰的这段时间，中科院还顺带攻克了卫星发射的技术。既然晴天飞弹能把几百公斤的弹头以极高的速度推向2000公里外，那么如果给它加个3级火箭，它甚至有机会把小型卫星送入近地球轨道。目前中科院已经在评估如何利用这种技术平台在战时应急发射通讯卫星。这也意味着，即使所有的国际海底电缆被切断，即使所有的地面通信站被炸毁，台湾依然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利用这些机动发射车向外太空射出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这种军民两用的技术深度，体现了台湾在高科技领域的全方位实力。这枚飞弹不仅是保卫领土的武器，它更是台湾走向太空时代的阶梯。随着晴天纳入国防公务常态预算中启动量产，至此愤怒的起点终于等来了台湾第一枚极音速导弹飞越天穹的痛快。回到视频开头那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枚晴天飞弹到了实战中打起来到底有多硬核？问大家一个问题，2000公里意味着什么？如果以台北为圆心，拿着圆规在地图上画一个圈，你会发现这个圈的杀伤半径大得惊世骇俗。这个范围不但涵盖了整个台湾，敌方沿海甚至陆地的飞弹阵地、空军基地和雷达站也都包括在内。一旦战端开启，对方所有的指挥枢纽，甚至是重要的海上作战平台，全部都在晴天飞弹的射程之内。在过去，台湾的防御策略是防卫固守，冲锋吓阻。但说实话，如果你的吓阻手段只是在家里挖战壕，那是吓不到人的。真正的吓阻是我手里有一支长剑，可以直接插进你的指挥部。当然，恐怕有人会问，没有核弹头、常规弹头的晴天飞弹真能打赢吗？我们要纠正一个观念，现代战争打的是系统，晴天飞弹瞄准的永远是敌方的眼睛和大脑。一个225公斤重的高爆弹头，配合极音速带来的巨大动能，撞击到战舰或者是武器平台上，那种瞬间的瘫痪效果，比杀伤多少士兵都要致命。但晴天的强悍远不止这些，一枚飞弹如果只能待在固定的发射井里，那它在开战的第1分钟就会被对方的卫星锁定并炸毁。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晴天飞弹采用了最极端的生存策略——陆基机动发射。大家想象一下，那是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长条形卡车货柜，它可能停在台湾某个山区的隧道里，可能停在一个普通的物流仓库里，甚至可能就在某个高架桥下伪装成民用车辆。全台湾发达的公路网和密集的隧道系统，就是晴天飞弹最好的掩护。只要这些发射车不熄火，只要它们还在机动，对方就永远无法安睡。因为你不知道，在任何一个普通的深夜，在那条熟悉的公路旁，会不会突然有一具巨大的发射架升起，然后一枚极音速飞弹在几秒钟内撕破云霄。不过，大家在为晴天飞弹的量产欢呼时，也不要忘记了台湾正在打造的另一张王牌——强攻飞弹。如果说晴天飞弹是我们的矛，那么强攻飞弹，特别是天宫3型增程型，构成了我们的盾。中科院非常聪明，他们不仅在练进攻，也在练拦截。强攻飞弹现在的拦截高度已经提升到了70公里，就是要抓住对方的极音速武器，
配合乐山铺路爪远程雷达的预警，加上未来低轨卫星的实时监控，台湾正在构成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防御系统。回顾这30年的研发之路，我想起的不是冷冰冰的实验数据，而是那些在中科院默默工作的科学家们。他们中有的人在1996年入职，一辈子只做了一个零件的优化；有的人因为必须保密，连临终前都没能告诉家人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伟大的事业。这枚飞弹是几代台湾精英呕心沥血的结晶。当那枚刻着晴天字样的飞弹正式量产，装载进机动发射车的那一刻，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等了30年，我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战略底牌。这支利剑不需要经常出鞘，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最强大的守护。2000公里的射程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表示我们的眼界不再局限于海峡。5马赫的速度意味着我们掌握了未来的节奏，陆基机动的部署意味着台湾足以立于不败之地。当然，2027年的量产计划必然会面临立法院的层层审查，相信在未来几年的预算审查中，无论是哪一党，只要是真正为了台湾长治久安的人，最终都会明白，这支晴天利剑是绝对不能省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晴天极音速巡野飞弹，大家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或者你认为除了这枚护台神器，台湾还有哪些武器是战略底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会一一回复大家，我们一起交流。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